赵逢清在初恋来看他这天，尿失禁了，他丢了面子，就恼羞成怒，把尿盆砸到我身上。滚！我真后悔娶了你，就连儿子都责怪我，你怎么连保姆做不好？难怪爸要把遗产都给张姨。我看着自己衰老狼狈的脸，想到我没日没夜操持的一生，终于醒悟，不属于我的家，我不要了。赵逢清的老年痴呆症愈发重了，如往常一样给他喂好饭后，他却不肯午睡，吵着要找一副金手镯。那是我年轻时给婉婉准备的，我叫宋婉，婉婉是赵逢清年轻时给我取的昵称。自从他病了后，便忘了我。眼下看着他情绪激动，我撒了个谎：是老头子，我回去给你找来。结婚时他一贫如洗，我们连婚礼也没办成，更别提这些金银首饰。哄着他睡下后，我照例去窗口交医药费。赵逢清病后，我卖掉了我们当初的婚房，给他凑出了治疗费。现在我翻了翻口袋里少得可怜的钱，决心凑出钱去买对手镯，顺路提着热水壶回来。可还没到病房门口，我就听到了赵逢清的笑声，夹杂着女人的娇俏声。他喊她婉婉。到病房前的几步路，我抬起腿，却感觉重如千斤。隔着透明玻璃，赵逢清不知何时脱下了病号服，换上了一身西装。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里翻出了东西，递给对面的女人，他的初恋张婉芝。赵逢清小心掀开布，阳光下一对金镯子闪闪发亮，那光亮几乎灼伤了我的眼，衬得刚才的我像个小丑。原来那枚镯子是真的存在呀！赵逢清开口：“这是我当初要娶你准备的，可惜一辈子啊都没送出去。”而一旁的张婉芝一身旗袍，盘着头，感动地捂住了嘴。岁月待她很仁慈，丝毫没有在她身上留下痕迹。见她不收，赵逢清拖着身躯起身，他一把将女人搂在怀里，神情是前所未有的深情。张婉芝拍着他的肩膀推拒：“逢清，你已经有宋婉了，这样不好。”下一瞬，赵逢清没有任何犹豫的不屑一笑：“婉婉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爱过他，就算只是当你的替身，他都不够格。相守半生，我第一次发现他这么绝情。理智上来说，都老夫老妻的了，爱与不爱也不那么重要了。可眼泪还是止不住，越擦就越多。从赵逢清住院以来，我日日照顾他，即便他对我向来只有一副嫌恶冷漠的表情，情绪失控时，他甚至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大喊着后悔娶了我。我只以为他受病情影响，认不出我了而已哟，却没想到他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是的，我甚至不配当一个替身，一辈子都不曾被爱过。就在我恍惚之时，赵婉芝皱起眉头，伸手捂住了鼻子。什么味道？看着赵逢清僵硬的表情，他很快反应过来了臭味的来源。赵逢清要失禁了，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，我条件反射地推开门，冲到床边。赵逢清呆在原地，面色沉得发黑。他突然疯了般推开了我，热水被他掀翻，烫在我的手臂、手背、大腿，触目惊心。然而这还不够，下一瞬，他恼羞成怒地把尿盆砸在了我身上，吸引了全病房的目光。滚开，别碰我！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老子需要你在这里动手动脚吗？你是不是早就看不上我了？我还没到残废的地步。看着他眼里的恨意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是我多管闲事，才上赶着来给你送饭照顾你，半夜都不敢睡，怕你需要照顾没人。我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情绪，可赵逢清全程的眼睛都粘在赵婉芝身上，眼看着女人开口关心他：“逢清，没事的，你只是病了而已，
仅仅是因为赵婉之随口哄了他一句话，他就彻底松了口气，面色缓和下来。我这才懂，赵逢清高傲了一辈子，在心上人面前丢脸，无处可发，所以找我撒气，泼妇一样。你能不能别这么上不了台面？他那双衰老的眸子里倒映着我狼狈的模样。这么多年，尿是我倒的，地是我拖的，他却只欣赏张婉之的优雅。可他忘了，结婚前我也是受过教育的大学生，我有一双青葱玉手，会弹琴会写字。再后来，那双手越来越粗糙，长了纹有了伤，他用来洗盘子、做饭、拉扯孩子。可我又是为了谁才变成这样的？既然你们才是真爱，那从今往后，这妻子的身份我也不要了。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好久，进了一家商场。过去那些年，操持家务和我打交道的永远只有菜市场和各种菜，家里没有多余的钱，我也不再给自己换新衣裳。阿姨，进来看看吧。年轻的导购小姐亲昵地和我介绍着店里的新品，看着镜子里的女人，褪去了老式衣衫，终于有了精神气。看了眼标签，800块，我咬牙决定买单，用原本打算买镯子的那笔钱。儿子赵阔的电话在这时打来：妈，你和爸的事我知道了，确实是爸不对，我回去会教训他。电话里他义愤填膺的语气让我心头回暖，至少还有儿子在。您好，买单吗？收银员询问道。赵阔恰好支支吾吾地开口：对了妈，公司最近周转不过来，小宝也要上学。小阔，有需要就告诉妈，妈给你转。方才的犹豫彻底消失，我终究脱下了衣服。抱歉，我先不买了。儿子两口子是在傍晚带着小宝回来的。晚饭后，我照例洗碗，回卧室时，小宝已经把衣柜里的箱子拖了出来，打开。奶奶，我要找玩具。这个箱子赵逢清从不让我碰，蹲下细看，地上一本本厚重的日记让我惊讶。无意看到第1页后，我彻底僵在原地。结婚多年，赵逢清从不肯和我说甜言蜜语，却在日记里写了无数句。197年3月21日，我结婚了。婉之哭得让我心疼，那个女人倒是很好骗。我说出差她就信了。这一行，力透纸背，字迹被泪水晕染过，又干涸的痕迹很明显。当年我以大学生的身份下乡表现优异，可临返程时，一向对我淡漠的赵逢清同我告白求爱。那个年代作风严谨，我被迫和他结婚。可新婚夜，他却丢下我连夜进城。我麻木地翻动着发黄的老旧纸页，继续往后，一页又一页，字字句句围绕着他的爱人。婉之不肯见我，我能做的只是每个月把工资寄给他补偿。那是1975年，家里困难，赵逢清每个月只给我5块钱，让我负责一家上下吃住。原来在我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发黑衰老的时候，他在给别的女人买丝衣条的新款裙。我这一辈子从未收到过如此贵重的礼物，一次也没有。1976年，婉之千辛万苦地为我生下了孩子，可我不能让孩子耽误了他的名声。看到这里，脑海里的那根弦彻底崩断。结婚多年，我也说过想生个孩子，他却说想和我过柏拉图式的爱情模式，任由婆婆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。婚后第3年，赵逢清抱了赵阔回来，只说是弃婴，但我还是把他当亲生儿子，费尽心力的养大。到头来，我爱的丈夫儿子都是别人的。从一开始，我就从未被爱过。我放下了那些日记，无力再看他们的甜蜜过往，颤抖地拿起压箱底的那份遗嘱，再打开，
几乎耗费了我全部力气，一半的钱留给儿子，一半是给张婉之养老。至于我，只有一套早被卖掉的老破小。我不死心地拿起老花镜，靠近纸页找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没有，就是没有啊。第3日，我照旧没有去医院。张婉之的朋友圈里更新了一张她陪赵逢清晒太阳的照片，配文：现在的小姑娘嘴真甜，送了花还祝我们白头偕老，爱情感人。我冷漠地熄灭了手机屏幕，去了医院，把窗口预留的医药费全部取了出来。到病房门口时，里面热闹非凡，隔着玻璃门，赵逢清和张婉之亲昵地快亲到一起去了。年幼的小孙子则大声说道：“奶奶爷爷亲亲，羞羞脸。”张婉之小心翼翼地询问：“今天也是宋婉生日，你们在这里陪我，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？我早就买了点地摊货，到时候解释一下加班就解决了。要不是为了他手里的钱，我才懒得应付那个疯女人。”哦，原来我在赵括眼里就是个有利用价值的疯女人啊。我抬起头，望见厨房玻璃门上倒映着的人，苍老的脸，发白的头发，佝偻的背。我的青春怎么不见了？儿子上大学，是我跑遍全村磕头借的学费。后来结婚，婚房婚车是我掏空积蓄准备的。小孙子出生，他们工作忙，也是我照顾养大。可小宝一生病感冒，赵括便怪我疏忽不会带孩子，赵逢清则在沙发坐着事不关己，顺便怪我怎么还不做饭。这些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，到最后，在他们心里，我只配受苦而已。靠在门框上好半晌，我才开门进去。夕阳的光打在他高挺的眉骨上，赵逢清得意地抬起了头。不是能耐吗？还不是灰溜溜地跑回来伺候我。我打开房里的灯，冷冷看着他。赵逢清显然已经不耐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帮忙把蛋糕切了。手脚还不如保姆利索，换做从前，就算是这种命令的态度，我也会上赶着上前。赵括立刻松开了拉着张婉之的手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赵逢清则一脸无所谓道：怕什么？他能有什么能耐？婉之生日，你刚好给我们拍张合照。我没有理会，利索地收拾起东西。赵逢清起身，直接拔掉了吊瓶的枕头。他撇下狠话：好，你有种，这病我不治了，我要出院。从前，他因为病情而消沉时，是我一遍遍求着他好好治疗。那时我说：逢清，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会治好你。但现在，我放好最后一件东西，拉上包的拉链，起身。赵逢清，你们才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，我可不敢打扰。我干哑着嗓子艰涩出声。听到我的话，赵逢清脸上的神情彻底僵住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说了别翻我的东西，果然就算到老，你还是一辈子上不得台面的粗野村妇。他气急了，面红耳赤地看着我。病房门口渐渐有人围观，我疑神疑鬼，到底是遗嘱是假的，还是日记是假的？我挺直脊背，冷笑着质问：你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外面的小情人，连儿子都是和他生的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见张婉之眼眶发红，赵逢清猛地起身扇了我一巴掌。啪！宋婉，我受够你了，你休想侮辱婉之。我和她年少相识，身为知己好友，亲密一点怎么了？少拿这种眼神看我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我跟他生了孩子又如何？反正你也已经养了他这么多年了，现在的你一丁点利用价值都没有，要滚赶紧滚！我受够你这种不通幽情理的土鳖了，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说着说着，他咳嗽了起来。儿子和儿媳一脸责备地看着我，爸都已经病了，你让他怎么了？
赵括也彻底不装了，他嫌恶的一把推开我，怪不得爸喜欢别人，而不是你。原本我只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只要他说出其中隐情解释一下，我都会继续这样傻下去。可现在我知晓我们之间几十年的情分彻底散了。赵逢清，我们离婚。我盯着他的眼睛开口，至于儿子，我也不要了。赵逢清没反应过来，愣了好一会。离婚？哼，离开我你还能到哪里去？你有家吗？他一贯的看不起我，但这次我把尿盆砸在他床上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没有任何的留恋。我直接回了老家，还未到家，远远我听到了女孩的喊声：姑姑。我眯起老花眼一看，是我的侄女宋心妍。哎，妍妍，你怎么来看姑姑了？她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进门坐下，在我的询问下笑着开口：就是老爷走了，他留给你的房子拆迁，有200万的拆迁金。看着眼前递过来的银行卡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当初因为和赵逢清结婚，我彻底留在了乡下，老爷子一气之下和我断绝了情分和来往。我离开宋家时啊，你才5岁，喜欢牵着我的手给你买糖吃，我拉着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，是我不孝，连他走了也没见上一面。不过你姥爷应该也不想见我吧？接到我爸病危通知时，我因为不会用智能机打着电话，连夜拜托儿子买张去京市的机票。可那时赵括质问我：妈，我媳妇刚生下儿子，你去参加葬礼会不会气啊？再说你走了，萍萍坐月子怎么办？那次我意外的坚决，可赵逢清放下毛笔，拿起我泡好的热茶，直直泼到我身上。他嘲讽我：宋婉，能不能分得清孰轻孰重？难怪你娘家人和你断绝关系，像你这种人，全世界谁想和你扯上关系？那晚，我连夜赶去机场，求着路人帮我改签，可因为晚了几小时，赶到时老爷子还是咽气了。经历丧父之痛后，家里没有人理会我，他们照常吃着我做的饭，享受着我做好的一切。他们认为我总会乖乖哄好自己，装作无事发生的。姑姑，你是不是过得不好？这些年我们都很想你，我们移民了，你和我一起去国外好不好？见我不说话，他停顿了一下。我知道这些年来这里是你的家，你对他们都有感情，可是他们真的对你好的话，又为什么让你这么操劳辛苦？侄女的视线落在了我的手上，一双操劳过度的手，粗糙至极，连他都能看得出来，赵逢清却从未看得到。有些铁石心肠的人，注定是捂不热的。好，我回握住侄女的手，果断答应了下来。太好了，姑姑，您总算想通了，只是那笔钱可别再被他们骗了。我懂他的担忧，答应道：放心，姑姑已经看透他们了，之前的岁月和付出就当喂了狗了。姑姑，签证大概还要1个月才下来，这段时间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和老朋友好好告别告别。从老家回来后，我临时租了个高档小区，赵括给我打来视频电话时，我正吃着侄女给我买的鲍鱼，电话刚接起，就被赵逢清一把夺了过去。屏幕里，他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不用问他，我不吃药，直接死了就好了。赵括着急地问我：妈，你把爸的药放哪去了？我坐在椅子上挪也没挪，舀起一勺继续往嘴里送。赵括皱眉出声：妈，爸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享受？再说了，现在家里的经济情况也不太好。赵逢清训斥我，还学着年轻人点吃的，懒不死你！孩子工作这么辛苦了，你还花钱大手大脚的。他理所当然地谴责我，可事实上结婚多年，我从未花过他1分钱，反倒是拿着娘家的嫁妆补贴整个家里。
我想儿子不知道真相，没和他计较，不缓不慢地吃完一整碗鲍鱼后，我正式通知他，3天后就把离婚证领了。你还要继续闹？妈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赵逢清和儿子同时开口。赵逢清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，抬眸看向我。宋婉，在孩子面前懂点事，你就不觉得丢人吗？我看丢人的是你。说完后，我果断挂掉了电话，又把拍下的日记往群里发，无人吭声。我又反手把遗嘱发到了群里，瞬间消息炸开。人性就是这样，事不关己时往往高高挂起，但涉及利益就会换一张脸。最先发言的是赵逢清的哥哥，什么遗嘱不遗嘱的，逢清你这样做道德吗？全分给一个外人了。就是啊，我们敏敏好歹喊你一声舅爷爷。发完后，我果断把手机关机，惬意地睡了一觉。赵逢清气急败坏地找到我时，我正在跳广场舞。他在看清我身旁的舞伴后，气得眉紧紧拧在了一起。我还没死呢。好啊，你个伤风败俗的贱人，在这里和别人又搂又抱的是吧？赵括则直呼我的大名。宋婉，你这种老女人，果然不配当我妈。大家快来看看，他嫌弃我爸病了，不肯出钱，就要离婚。广场上的路人很快被吸引过来，不明真相的人真可能信了他的话。我不急不慢地掏出手机来，赵逢清很快变了脸色。宋婉，你以为报警有用吗？我们还是夫妻，这就是家事。他还真猜错了。我打开录音软件，放出了他们那晚庆生的话。赵括上扬的嘴角顿时耷拉了下来。怎么是这种倒打一耙的人？怪不得病了，遭报应的吧？赵逢清气得剧烈咳嗽起来，他死死瞪着我。宋婉，离婚正合我意。我和赵逢清从民政局出来，他诅咒着和我老死不相往来，我自然没放在心上。我有的是钱保养身体，该担心的人应该是他才对。日子清闲，我开始逐一和老友告别，再度回到那个老小区，是去看望曾经的邻居好友。从前赵逢清生气大半夜把我赶出家门时，只有桂芳收留我。我和他告别完出来后，正好迎面撞上了赵逢清。赵括见我一身装扮，瞪大眼睛看了好几眼才认出来。妈，你被那个老男人踢了。赵逢清则撇开头，高傲的不看我一眼。过了几秒才施舍般的发话：行了，看在你无家可归又这么想回来的份上，我就勉强同意了。先看看你的表现，房间需要收拾干净，打扫打扫，还有1日3餐做好送到医院来。你儿媳妇生了2胎没人带，正是需要你的时候。赵括掏出钥匙打开了家门，门刚开一个缝隙，我就闻到了一股臭味，食物过期的味道夹杂着厕所味，很是繁杂恶臭。即使站在门外，也能看清里面的脏乱差。地板上到处是小孩的玩具散落一地，无人收拾。我冷笑出声，合着是需要老妈子了。怎么，张婉芝不肯干？赵逢清指着我的鼻子怒骂出声：婉芝不需要干这种活。宋婉，你配和她比较吗？我劝你识相一点。我懒得回应，转头就要走。赵括赶紧让他闭嘴，而后过来拦住我。妈，我后悔了，之前说的都是气话，我爸只是不会表达爱而已。你们在一起多年，他能不爱你吗？还有小宝他那么小，你怎么能自私的说走就走？赵括倒是给我扣上了自私的罪名来了。桂芳在这时提着特产出来，她嗓门一向大：阿婉呐，这些特产你出国顺便带着。在看到赵逢清父子以后，桂芳放低了音量，但还是被他们听见了。出国装什么场面？你有钱吗你？赵逢清显然把这当成了笑话看，没信。最后还是桂芳的儿子护着我，才让我顺利离开了那里。
距离出国还有1周。我开始处理手里的那间老破小，可这天买家却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这里有2个人赖着不出走，您过来看看。我赶到时，看到了霸道的赖在客厅沙发的赵括，他看到我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妈，听说你要卖房子，刚好我给小宝买学区房钱不够。他一脸精明地打着算盘子。我撇开了他的手，笑道：放以前，小宝是我的孙子，我当然会支持，但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吧？赵括直接跪了下来，上演苦肉计。妈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做人不能太无情。见我心无波澜，他终于忍不住暴跳如雷地推开了我。他力气很大，我直接倒在了地上。哪有你这么当妈的？你这么做，小宝上学怎么办？我知道了，就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儿子，你就记仇到现在。张婉之从卧室出来帮腔道：宋婉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赵括就算不是你亲儿子，好歹也喊了你20几年妈的。我从地上站起，鼓着掌叫好。是啊，我养了赵括20多年，你这个亲生母亲在哪？既然你不自私，你伟大，现在也该你出力了吧？张婉之的脸一阵青一阵白。据我所知，早在和赵逢清领证后，他就私下里变卖了房产，给自己和前夫生下的2个儿子，所以现在自然说不出话来。只是赵括不知道，他得意道：当然，我妈当然会帮我。血浓于水，懂不懂？从今往后，我和你断绝关系，你也不再是我妈。我早已没了当初得知被欺骗时的痛苦，有的只是释怀。转身离开时，因为感冒，我又咳嗽了一下。赵括立刻拉着小宝退后，生怕我把病菌传染给他们。好，既然你自私，也别怪我不孝。有钱又怎样？没儿没女的，等你老了，连个给你送终的人都没有。小宝也有样学样的朝我吐口水。哼，坏人！奶奶说你是坏人。乖乖孩子，奶奶抱。张婉之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朝小宝张开了手。小宝兴奋地往张婉之怀里扑去。我住的地方已经被他们知道了。为了过一段清闲的日子，收拾好行李后，我直接报了个旅游团，前往冰岛去看看极光。年轻时，我没钱没时间，钱花在了他们父子身上，时间也是。曾经，我真的以为自己一辈子只能被困在那小小的天地里，但那时我是真的心甘情愿。如今，看着远处火山喷发，绚丽的极光打在身上，我才知晓世界有多大，多值得去看看。口袋里消息震动，是赵逢清发来的警告：宋婉，识相点，就把钱拿出来给儿子用，我就和你复婚。这倒是我第一次看赵逢清肯给人台阶下，稀奇。不过台阶下面是地狱，谁稀罕呢？下一条是赵括把小宝的学区房买了，我就还喊你一声妈，不然你就是病死在医院都没人给你收尸，多搞笑！一份病历就看透了2个白眼狼。我果断把2人拉黑，有同行的旅伴邀请我一起合照，我欣然同意，拿起手机拍了一张和极光的合影。打开相册往上滑时，相册里全是小宝和他们，留着这群人占内存也没用。我点下了删除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把镜头对准自己，记录自己的新生活。关机前，我发了个9宫格，定位冰岛。旅游了1个月后，我回了国。打车到家时，赵括突然冒了出来：爸被送进去急救了，你还有心情和外面的男人一起旅游？他伸出手戳着我的鼻梁：让开！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没关系了吧？他就算病死也和我没关系。看着我红光满面的脸，时尚的穿搭，赵括愣了1秒。房子拆迁200万，你私吞了没有说？对呀，怎么了？那是我的钱。赵括，
你啃老你还啃得骄傲上了，那就去找你的亲生母亲啃。赵括直接呛我：爸说的对，你就是自私。当初要不是你横插一脚，他和我妈早就在一起了。他说的激动时，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刀。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把钱交出来。看着他那副疯狂又愚蠢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恨又可笑。这么激动，是张婉之把钱卷走了是吧？她不是你的好母亲吗？被我说中，赵括拿着刀子的手一松，而我喊来的物业直接把他制服在了原地。报警吧！我挥了挥手。赵括总算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，他眼眶通红地看着我：妈，你真的忍心这么对我吗？我是你一点一点养大的，为什么你说没感情就没感情？我只是识人不清认错了而已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从前别说让他哭，我连一点苦头都是不舍得让他吃的，但这一切的前提都基于他是我的儿子。从你和我断绝关系那刻起，我的儿子就已经死了，明白吗？赵括最后被警察拘留了15天。我离开拘留所前，他激动地拍打着玻璃门，但我不会理会。我最后一次见到赵逢清，是在出国那天，他变得瘦骨嶙峋，面色发白地坐在轮椅上，而我打扮精致，拖着行李在路边打车。任谁都不会把我们联想到一起。看见是我，赵逢清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宋婉，你快让人把儿子放出来！闹归闹，要是留下案底了，儿子以后可怎么办？我捂着鼻子退后了一步。从前，我一天为他换洗好几次，自然没有异味。只是现在，味道臭的路人都受不了，捕捉到我的动作。他竟然一脸受伤，你说谁？他竟然忍着不耐提醒我：我们的儿子，阿阔呀，你忘了吗？我当然没忘，那是你儿子，他自己犯错被警察拘留，关我什么事？他不敢看我的眼睛，眼神闪躲时恰好看到了我手上的行李。阿婉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我已经看到了，你背着我在外面和人好了是吧？所以才不回来。赵逢清一脸愤怒：爱出轨的人看谁都戴着有色眼镜是吧？我扶了扶墨镜，不再看他一眼。他那双衰老憔悴的眼睛渐渐红了起来。阿婉，是我不对，我以为我爱的是张婉之，那个女人，她骗了我，心思歹毒地拿走了我的全部家产，给了他儿子，是我识人不清。阿婉，你别和我计较好不好？你回来吧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赵逢清这么低声下气的哀求人。那我最后一次明确告诉你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麻烦你要点脸。出租车到了，停在我面前。我掠过赵逢清就要上车，他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，用手努力推着轮椅要过来拦我。可惜动作笨拙艰难，我没有停顿地上了车，车子行驶远去。后视镜里，赵逢清因为着急，轮椅先倒在了地上，落魄至极。风景飞驰而过，渐渐的连他的喊声也被抛在了脑后。飞机起飞前，我接到了赵括的电话，显然是赵逢清通知他的。妈，你要出国，难道你要抛下我和爸不管了？妈，你闹闹脾气也就罢了，爸那种一辈子都不低头的人和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不回来，我和萍萍工作忙，谁来照顾孩子？一连串的问句，全部围绕着他们自己。滚！我拔掉电话卡。飞机起飞，窗外云层飘动，我盖上毯子，美美睡了一觉。飞机到达加州时，是侄女来接的我。我在那里休整1周后，进入了老年大学学习。再次进入课堂，让我红了眼。当初我为了赵逢清放弃的机会，终于在岁末时重新回来了。1日回家，侄女给我递过来电话，是赵括。视频电话里，
赵逢清拿着手机吃力地说着：“阿婉，阿婉，你听我说说话好不好？”赵括直接把饭砸在他身上：“爱吃不吃，钱都被骗光了，我还养着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赶紧打完电话，是真多，除非你让从那个老女人手里骗点钱回来，否则别想着过什么好日子。”看着这幅场景，我不禁感慨，还真是天生父子，有着最亲的血缘关系，连冷漠也如出一辙。为了钱，赵括对于躺在病床上的亲生父亲也可以恶语相加。赵逢清奄奄一息道：“我和婉婉单独说会话，听到这个称呼，我只觉得恶心。宋婉，对不起，我出轨，做尽了一切对不起你的事。你来见我一面，让我当面和你道歉好不好？昨天晚上我又梦到你了，醒来时我换上了这件毛衣，是你亲手给我缝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他陷入回忆里，脸上很是幸福。当初我点灯熬夜给他织毛衣，却被他嫌弃，现在迟来的道歉比草还贱。我没有惯着他，直白地戳穿了他的谎言。赵逢清，你只是贪恋我的好罢了，因为张婉芝不肯给你端盆擦身，不肯照顾你，还卷走了你的钱，所以你想起了我的好了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恨透你了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和你有什么牵连。有泪痕从他脸颊滑落，沉默几秒后，电话被那头挂断了。第二天下课回来，侄女告诉我赵逢清走了，原本还有治疗的可能，只是赵括不肯交那笔钱，因为没人愿意接走他，所以电话打到了这边来。至于赵括，他为了找张婉芝讨回钱款，拿着刀捅了张婉芝的儿子好几刀，被送进了监狱。2年后，我在加州的老年大学顺利毕业，侄女和交往多年的男友结婚怀孕，我们家里迎来了新成员，从此热热闹闹，我开始了幸福的余生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带孙子累得低血糖犯了，在快要晕倒之前，我吃了茶几上的一瓶燕窝。晚上儿媳妇回来，阴阳怪气地说我好吃懒做，儿子让我给他道歉。我解释是我低血糖犯了，没办法才吃了一瓶。儿媳妇不依不挠骂我：“你少装了，谁有你会演戏呀？我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”我离婚，他提离婚是家常便饭的事。后来我累了，也不想再忍了。在没吵这次架的前1秒，我本想把500万奖金给他买房，现在我带着这笔钱潇洒走了。傍晚6点，儿子儿媳妇下班回来了，我刚好把4菜1汤做好，准备把中了500万的喜讯告诉他。回来了，赶紧洗手吃饭。我说的赶紧吃饭是让他们吃，大孙女8岁可以自己吃，但小孙子才2岁半，每天我都是喂完了孙子才吃饭。儿媳妇突然带情绪问：“茶几上的燕窝谁拆的？怎么少了一盒？”我抱着孙子在怀里哄，好声好气解释：“林雪，燕窝我吃了1盒，我低血糖犯了就随手拆出来吃了。”林雪脸色大变，愠怒瞪我：“你吃了？”她那表情在说我不配吃。我像个犯错的孩子点头：“嗯。”林雪脸色更难看了，声音拔高：“这是我给我妈准备的生日礼物，大后天就要用了。你可真够厉害的，一声不吭的就拆别人的东西，有没有点素质啊？”为了家庭和谐，我主动提出：“林雪，我不是故意拆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重新买好吗？”林雪没有平缓情绪，反而更激动了：“你给我钱，说得好听，你的钱还不是我老公给的，小孩子都能忍住。你那么大个人就这么嘴馋吗？不吃那一口燕窝会死吗？这燕窝是我找朋友代购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给我妈送这么贵的礼品，才使的阴招。”林雪凶着凶着就哭了。
儿子霍平一看他哭，就心疼地要求我：妈，快给小雪道歉，这是你不对啊，这燕窝是送礼的，你怎么能随便吃呢？霍平说这样的话，就是拿针在扎我的心。我也一肚子委屈，一直在忍着，谁让我是长辈呢？老伴霍贵也嗔我，一大把年纪嘴馋什么，成天干啥啥不行，赶紧给小雪道歉。孙子在我怀里哭，我不想吓着孩子，只想息事宁人。我把姿态放得很低，对不起，林雪，妈下次不会再犯了，这次你就别生气了。你说的好听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婆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给我妈送礼。你这人心思真毒，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，我离婚，这个家我一天都不待了。霍平把林雪拉到房间去哄了3个小时，每次但凡有点不高兴，他就把离婚挂在嘴边。这年头娶儿媳妇不容易，彩礼当时给了10万，3金2万，还得给买车买房。他每次都拿这个吓唬我们，因为委屈跟实打实的金钱来说，大多数人都会选委屈。有了这次的教训后，我就多买了些糖果、巧克力，家里的抽屉都多放了几块。可第2天我去拿糖果吃的时候，发现我放糖果、巧克力的地方没有一颗。我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偷偷看了监控，监控里儿媳妇把我的糖果、巧克力全扔垃圾桶了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手脚是发抖的。我自问不是个坏婆婆，从她进门后，一直对他们的小家庭出钱出力，都是婆媳是天敌，因此我格外的小心。孙女、孙子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吃饭、睡觉、洗澡，全是我一人负责。她也就是今年才去上班，在没上班的时候，她都是在家玩，中午睡到自然醒，下午跟朋友去逛街美容美甲。她虽然已婚多年，但活得却像单身的姑娘一样明媚绚烂。她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我从没说过一个不字。我的老伴霍贵当保安，1个月2500的工资，每个月给林雪2300零花。无论是钱还是力，我们老2口都是不遗余力的付出。可现在我寒心了。晚上霍贵回来，我跟他说：老伴，要不然咱们回农村吧，住一起吵架，儿子也为难。霍贵叹气，满脸的为难。你就是没脑子，现在回去让人戳几两骨啊？哪家老的不给儿子带小孩？你现在不给他带小孩，以后老了也不问你事，不给你养老你就知道错了。儿媳妇一不高兴，就会阴阳怪气说，老的有当老的样子，懂得帮衬，将来老了才会有老有所依。我们就霍平一个儿子，所以养老得靠他。霍贵不同意回去，并让我多干活少说话。没过多久，儿媳妇工作不干了，我娘家外甥喜的贵子，我要回娘家上礼。我跟林雪商量，我明天就回来，不会耽误太久。林雪不太乐意，妈，不是我不近人情啊，按理来说你是该回去上礼的，毕竟是你外甥。可咱家二宝从小到大就是你带大的，他不要我呀。这大宝上学要接送，我一个人带不过来，你就别去了。平常我都是顺着他，可这是礼尚往来的事，而且是我亲外甥，我不去不合适。林雪，不能去的。你跟霍平结婚生孩子，他们都来贺礼的，咱们不能失礼于人。反正不行，你给他们打500礼金不就行了？反正这是你们家孙子孙女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我跟林雪说不通，就跟老伴霍贵商量。最后霍贵请假1天，在家带孙子，接送孙女上学。第2天，我急匆匆从老家赶回，家里大人吵，小孩哭，霍平、霍贵都没去上班。林雪见我回来，气愤对我抱怨：有你们这样当老的吗？你们就是自私，酒席就那么好吃吗？
为了吃酒席，不管自己亲孙子、亲孙女，这世上也就只有你们姓霍家这样的。我一头雾水，怎么了这是？儿子一脸为难说：“你回老家吃酒席，爸带的大宝、二宝，饭不做，给大宝吃泡面，二宝喝奶粉，家里衣服也没洗，什么都不做。”林雪激动地将茶几上的果盘往地上摔，这日子不能过了，谁家的老人像你们一样好吃懒做？为了吃酒席，亲孙子都不带，馋死你了是吧？你们现在这样对我，我就不信你们没有老的那一天，以后休想让我们给你养老。啊呸！你这个破烂的家庭，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离婚，今天必须得离了。儿子冲我抱怨：“你要不去吃这个酒席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妈，你能不能有个做老人的样子？我工作已经够烦心的了，你们能不能别让我烦心了？货柜也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都是你惹的事，都跟你说别去了，家里有小孩带，你非得去吃那个酒席，家里是没你的饭呐，你就这么馋啊？丢人现眼的货！”3个人指责我，2个孩子哇哇哭，家里能摔的东西都被林雪摔了。在一刻，我寒心至极，对这个家没有一点留恋。我这一生上伺候公婆，下伺候小辈，从来没得到过他们的尊重。我甚至懒得跟他们吵，心死了，一切的争吵都毫无意义。妈，你快给林雪道歉！儿子不可置疑地命令我。我失望地看儿子，忍住流泪的冲动。这可是我从小捧在手心里，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宝贝儿子呀！他见我干杵着不说话，面目狰狞地凶我：“你是不是非要把我的家搞散？”货柜一巴掌怕扇在我头上，我猝不及防的，他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：“你是死人啊！让你给小雪赔不是，你听不见呐！”我头晕目眩，当即晕了过去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，手上打着冰凉的点滴。过了1个小时，林雪打来电话，她对我放狠话：“既然你没有当老人样子，就别怪我不会当小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”我刚要跟她说我离开这个家，话刚到嘴边，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电话就被她挂断了。货柜对着我又是一番指责谩骂：“你这个败家娘们，有你这个家一天都不得安宁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？”我怒气冲冲地回骂货柜：“你怎么不去死？这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待了。你以为这个破家是什么好地方啊？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”货柜凶神恶煞的要扇我，还好护士来了拉住了他。货柜咬牙切齿地指着我鼻梁：“老不死的玩意，你自己自生自灭吧，从我家滚出去，从今后我跟你没关系。”话落，货柜气冲冲地离开医院了。我自己去交了住院费，在医院住了3天，直到我出院，货柜、货平都没有出现。我自己租了个单间小房子，安顿好后，我去找货柜离婚。林雪已经从娘家回来，给我开门的是货平。他没让我进门，把我拉到了小区楼下。“妈，你听我的，别闹了。你还想跟我爸离婚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？离婚了你能去哪？你住哪？谁给你吃？谁给喝呀？以后你有个小病小灾的，谁照顾你呀？你都多大年纪了，怎么还想不开呢？你就听我的，帮我好好带孩子，去给小雪认个错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别让我家在中间为难。”我心灰意冷地看自己养大的儿子，坚决跟他说：“我跟你爸是离定了，我们的事不用你管。”霍平激动质问我：“离婚你去哪？大宝二宝谁带？妈，一把年纪了，咱能不能不要自私了？我心如刀绞，活到60岁，累了一辈子，现在被压迫的只能逃离。”我的亲儿子却说我自私。我激动得红了眼睛，哭着凶他：“我就自私了，
我活了那么大年纪，养大了你，又给你带大了孩子，伺候你们吃，伺候你们喝，还落不得你们好脸，我们就自私了。怎么了？”霍平愣了下，没想到我情绪会如此激动。他要挟我：“你要是跟爸离婚了，我就不管你了，不管就不管。我看透你了。”我生气地离开了。半路上，货柜给我打电话，居高临下地骂我：“别给你脸不要脸！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家你到底回不回？不回，谁不离谁孙子？”我跟货柜离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儿子不希望我们离，货柜也不想离。离婚了就没人带孩子，也没有人伺候他们吃喝拉撒，他们晾着我，我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，默默看着卡里400万的存款，开始规划我以后的生活。第一件事，我报了旅游团，天南地北的玩一圈。这中间货柜给我发过信息，什么时候死回来，孙子孙女不管了是不是？我没理他，他的信息甚至在我心里勾不起任何一丝波澜。我买了相机，每到一个风景区就会拍下留念。这广阔的天地，天然美景，治愈了我千疮百孔的大半生。旅游1个月后，我回来了，在超市买菜的时候，看到了林雪、亲家母、货柜和大宝二宝。林雪狠狠地剜了我一眼，货柜嫌弃地嗔我：“你不是死外面了，还回来干什么？1个多月没见，原本黏着我的孙女、孙子，也只是很陌生地看我，除此之外没任何表情。”林雪妈妈没好脸色地说我：“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这么不着调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”林雪冷哼一声，讥讽我：“有的人还以为自己18岁呢，学年轻人离婚。我看了以后，老了不能动了，就只有等死的命了。”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，转身离开。林雪在我身后不依不挠地骂，以为自己多年轻似的，以后要饭都不要到我门上，看孩子小拿捏我。我不用你带孩子，我妈给我带。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别后悔求我们。货柜上前拉住我的胳膊，急赤白脸地质问我：“你非要做是不是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以后你饿死了不要进我的家门。”我甩开胳膊，不让货柜碰我。不用你给我机会，我跟你们老死不相往来。林雪讥笑：“行，这话是你说的，立个字据断绝关系，省得以后扯皮。”货柜跟着嘲笑，食指指着我鼻梁：“你非得作死！”我趁机坚决说：“别废话，现在就去预约离婚。”货柜冷哼，当即给霍平打电话，让霍平送身份证和户口本过来。我也回去拿身份证、户口本，跟货柜约定好1个小时后民政局门口见。霍平把证件带来了，他还是不想我们离。妈，你别闹了，你都60岁了，人老珠黄了，没办法改嫁了，以后你怎么办？林雪凶霍平：“你闭嘴，他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说的再多，再为他好都是狗咬吕洞宾。他想离开这个家，不就是看不惯我，不想给我们带孩子？霍平，你要是这么舍不得你妈，那咱俩离婚，你们娘俩好好过日子，我成全你们。反正我一直都是外人。”霍平立马哄林雪：“老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跟你离婚。”霍平很疼媳妇，林雪能这么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的，全是仗着霍平对她无底线宠爱。见林雪生气，霍平不管我跟他爸的事了，随你们，你们要离就离吧。有了霍平这话，我们办了预约手续，现在有离婚冷静期1个月，1个月后才能拿证。预约手续一办好，林雪就提出立个字据，你以后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关系。霍平左右为难，林雪瞪他：“我说了，你要是舍不得你妈，你可以跟你妈过，我不妨碍你们。
我立，霍平舍不得林雪生气，当即写了断绝母子关系的字据。写好后，他先按了手印，我没有迟疑，也很爽快地按了手印，一式两份，像法律合同一样很严谨。我将这份收据收好，放在包里。霍平皱眉，自始至终没有看我的眼睛，我也没多看他一秒。从此以后，我跟他们毫无关系。1个月后，我跟霍贵顺利拿了离婚证，出了民政局门口，霍贵讥讽我：“以后你的下场会比路边的流浪汉还惨。”我没理他，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。大半辈子了，我终于能为我自己而活了。离婚后的第一件事，我买了一个1楼1居室的小房子，没敢买贵的，花了50万。这个小房子1楼有个小庭院，能种菜。搬进去后的第一件事，我就刨地种上一些平时常吃的青菜。我账户上虽然有300多万，但我也不敢乱花，物价上涨得很厉害。往后我没了依靠，只能靠这笔钱精打细算过后半生。平时的我的代步车就是电动车，去远一点的地方就是打车，住的地方交通方便，生活便利，所以出行这方面用不了什么钱。安定好后，我去银行存了250万的定期，1年1存，利率2%，8%，一年利息有7万，足够1年的开支生活，剩下49万多，我打算用来赚钱。忙活了大半辈子，闲着了只会觉得空虚，但我年纪大了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因此我去上了老年大学。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，生活一下多姿多彩。我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先进的知识，还学会了唱歌、跳舞。现在的生活才让我觉得我终于活得像个人了。周末，我在老年大学交的好朋友翠芬约我去逛街买衣服，她打扮得很时髦，跟我同岁，但看起来比我年轻10岁。她说如果我打扮起来也同样年轻。我兴致勃勃地跟翠芬去逛街，她先带我去挑选了化妆品、护肤品，这些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做梦都想拥有。有一回，我攒了1年的私房钱，偷偷买了支口红抹。货柜队是我嗤之以鼻的贬低：“你嘴上涂的啥玩意，跟吃了死小孩似的。”从那后，我就再也没用过口红。现在我想涂就涂，再也没有人可以贬低我了。翠芬带我去做了卷发，还染了个时髦的咖色，还给我描眉化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也觉得年轻洋气了不少。翠芬带我去挑衣服，这家店的衣服价格在150至500之间，从前我都舍不得买，只买地摊上20-30块钱一件的，现在200块钱的裙子，我想买几件就买几件。我选了一件中式改良款的旗袍样式长裙穿在身上，翠芬连连赞叹，甚至开玩笑地打趣我：“秀莲，你这身打扮太有气质了，明天穿进班里，肯定迷死一大堆男同志。”我难为情地笑了笑：“你别打趣我了。”一抬眸，我突然看到了林雪和她妈也来这家店买衣服。林雪见到我的时候十分惊讶，随后讥讽我：“哟，这是绑上大款了，穿得人模人样的了。”林雪他妈跟着阴阳怪气：“有的老人啊，就不配做老人，一把年纪了不好好带孙子，还做一些伤风败俗的事。”翠芬为我打抱不平：“你们怎么说话的呀？真是一点素质都没有。”林雪一脑瞪翠芬：“关你屁事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。”我走到林雪面前，目光严肃地警告她：“嘴巴放干净点，再对我进行侮辱，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林雪讥讽冷笑：“我侮辱你了吗？你是自取其辱，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？我倒要看看。”我当着她的面拨打了110。林雪不可置信地看我，又接着讥讽：“你真是够毒的。”我冷漠地看她。没一会，警察来了。
了解了情况后，对林雪一顿批评教育。林雪走的时候，不服气地瞪了我好几眼。我没受她的影响，反正早已是陌生人。转眼半年过年，我有了新目标，在美团上注册了店铺，专门卖营养餐、孕妇餐。我的手艺还不错，没指望这个赚大钱，能给我打发时间，再赚点小钱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没想到我的生意还算不错，因此我请了2个帮工。我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，但我突然收到了儿子的短信：妈，气消了就回来吧，我不会再让你给小雪道歉了。我默默删除了这条信息，没有回他。隔天霍平给我打电话，我也没有接，反手拉黑。为了不被他们打扰，我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，但我还是见到了我儿子。他找工作，误打误撞找到我这来了。见到我的时候，霍平很震惊，我也很震惊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他憔悴了不少，两鬓长了不少白发。他问我：妈，你再婚了？说话间，他一直盯着我手上的黄金镯子，看我的衣服，脖子上的珍珠项。你哪位？我冷漠地看他。霍平眸子颤了颤，忍着情绪。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？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是你儿子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被改变。我依然淡漠看他。我没有儿子，你认错人了。要是没别的事，请你离开。霍平不相信我会对他这么绝情，语气很快速地跟我说：单位裁员了，我找到合适的工作。爸因为年纪大了，人家也不要他看大门了。大宝、二宝没人带，小雪也没办法工作，她身体不好，丈母娘也不给我们带孩子了。她在这带孩子，我们每个月给4000块钱，她嫌弃少了。现在我们家真的是一团糟。妈，你忍心袖手旁观吗？我冷漠凝视他。你们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让人把霍平赶了出去。第2天，货柜出现在我的店里，他看到我的时候，惊得1分钟说不出话。此时的我跟他已经云泥之别，他甚至不确认地问旁边的霍平：她真的是你妈？霍平开口喊我：妈，之前的事你能别计较了，行吗？算我求你了。我不想跟他们纠缠，直接放下狠话。你们要是再来纠缠我闹事，我要打110了。听到我的声音，货柜才确定面前的我是他的前妻。他震惊后，突然又恼怒了，指着我鼻梁激动质问：你跟我离婚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偷人了？是不是？霍平拦住上前做事要打我的货柜。爸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货柜情绪很激动，认定了我是外面有男人才会跟他离婚。我说你呢？为什么坚决要离婚？你就是纸破鞋，臭婊子！他越骂越激动。店里员工小小看不下去，冲出来为我说话：大叔，你闹什么？我们老板清清白白，离婚了就好聚好散。老板跟你过了大半辈子，你怎么能对他说这么难听的话呢？货柜混进上来，一直指着我骂骂咧咧。我冷漠的最后一次警告他：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马上报警。这句话惹怒了货柜，他挣脱霍平的阻拦，搬起店里的板凳就要往头上砸。我来不及躲闪，突然小小冲出来挡在我面前。砰！货柜手里的板凳重重地砸在小小头上，顿时小小头上的血匆匆往下淌，他整个人昏迷倒在了地上。我立马打了120。110，货柜吓得撒腿跑了，但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住了。小小伤势比较重，所以货柜暂时被拘留。小小经过抢救保住了命，伤情鉴定为2级。霍平来医院恳求小小出具谅解书，小小需要休养，医生没让见。霍平恳求我：妈，之前再怎么闹都是咱们家内部矛盾，
这次是闹大了。爸要是坐牢，以后大宝二宝都不能考公，会影响他们的前途。他们可是你的亲孙女、亲孙子啊！只有你出面求情，他才可能出谅解书啊！我冷冷问霍平，就算小小出了谅解书，这医药费、赔偿费一起不会低于30万，你有钱给吗？霍平目光恳求看我，妈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现在都是老板了，这30万对你来说又不是什么大钱。我冷冷嗤笑，别在我这说胡话了，你是我什么人，让我跟你出30万？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霍平来过几次，我没见他，最后他也摆烂不管这事了。我问小小怎么处理这件事，他是当事人，出不出具谅解书由他自己决定。小小看着我问，老板，你想我出具谅解书吗？我淡淡一笑，随便你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用顾及到我，是你救了我，我很感激你。小小冲我笑了笑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后来小小坚决不和解，货柜被判故意伤人罪入狱5年，我把小小接到了家里照顾，要不是他，恐怕以我这个老身板，怕是没命活。小小是我半年前在街上碰到的女孩子，她才19岁，瘦瘦小小。我注意到她的时候，她在垃圾桶里找吃的。后来我就把她带到我的店里干活，才知道她无父无母，在孤儿院长大。我心疼这个孩子，平时对她照顾多了些，工资给的也很高，所以当我被货柜欺负的时候，她才冲了出来。小小在我家住了1个月左右，就想回宿舍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好了，可以回去干活了。我半嗔半宠地看她，叫我林奶奶吧。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行，我跟她说，我一个人住挺孤单的，你跟我一块住吧，平时也能照顾照顾我。我给你涨5000工资，不给钱都行，只要有口吃的就可以。他傻乎乎地冲我笑了笑，傻孩子。我轻轻地揉了揉他的头。小小是我新生活里的一朵花，他突然让我看到了生活有朝气。我店里的生意很稳定，没有受霍平的影响。但林雪突然带着大宝二宝来店里找我，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反而像犯错的孩子，很乖顺可怜地叫我妈。我惊得误以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林雪对大宝二宝说，快叫奶奶。2个孩子有了林雪的命令，才软软糯糯地开口喊我奶奶。稚子无辜，可我也很无辜。以前那种糟心的日子，我再也不想过了。我也清晰地知道，林雪这个时候来找我，不过是看我有钱了，想继续让我回去当牛做马。我冷着一张严肃的脸，别再来打扰我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林雪突然哭了，一脸的卑微。妈，我错了。我吃惊地看林雪，这是她第1次跟我道歉。在我们的婆媳关系中，她一直处于上风。林雪哭着求我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，你别跟我计较了好不好？我以后不会跟你吵架了。大宝二宝都很想你，求您跟我们一起回家吧。我冷漠地扬起一抹笑意，心里毫无波澜。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别做无用功的事了。老死不相往来已经是我的定局。林雪突然跪下，声泪俱下的，妈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您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要您能解气。我自己带了孩子后，我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。我每天饭都吃不上，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之前之所以能过这么舒坦的日子，都是您在为我们这个小家庭负重前行。现在我真的体会到了带孩子的不容易。大宝二宝都是你们霍家的血脉啊！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2个孩子份上，求您跟我回家好吗？我不姓霍，你自己生的孩子，那是你自己的血脉，跟我没关系。话落，
我离开了店里，不想再跟林雪纠缠下去。店里的员工好言相劝林雪离开，但林雪不听。最后店里的员工打了110，林雪才离开。第二天，林雪把大宝、二宝扔进我店里，她在我店里放话：我是孩子奶奶，这2个孩子必须我管。我让员工打了110，2个孩子被派所处接走。霍平没想到我会这么绝情，他来我店里闹，不让我开门做生意。对于这个儿子，我早就死心了。我宁愿不做这个生意，也不想被迫跟他们和解。我从监控里看到他穿着外卖制服，一会凶神恶煞地指责我不负责任，一会委屈得泪流满面，痛斥生活的不公，他的不顺。林雪、大宝、二宝母子3人一直都在哭，看着是十分可怜。我现在的铁石心肠，都是我无数次的忍让后，心灰意冷铸就起来。这一次，我依然选择视而不见。第二天，我选择了闭店。我的生意走的都是线上预订，用户不是普通人，所以门店对我的作用和影响都不大。霍平一家4口在店门口待了好一会儿，直到这家门店被转让出去，他们才没来这。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恢复平静的生活了，没想到林雪网暴了我。她在抖音上卖惨，把自己描述成一拖二任劳任怨的宝妈形象，而我则是那个自私、不管不问的婆婆。网络是可怕的，很快我的信息就被网友给扒出来了，我的手机被打爆，无数条辱骂我的信息排山倒海的袭来。小小心疼我，将我的手机关机，给我做了爱吃的春卷。他说：林奶奶，只要不去看这个事，选择不知道，就伤害不到我们。可我憋屈了大半辈子，我忍不下这口气，因为这个事我气病了，是小小在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我。我感恩他的付出，主动给他1万的辛苦钱，他没收，反而跟我生气，说我拿他当外人。他哭着跟我说：林奶奶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感觉到温暖的人，我想报答你，不想你老是给我钱，把我当员工。我心疼地给他擦眼泪。好，奶奶不给钱，你缺钱了就给奶奶说。他这才露出笑容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网络上对我的谩骂热度依然不减。当我要选择为自己发声时，小小突然劝说我：奶奶，咱们跟他们硬刚，他凭什么颠倒是非黑白？我给您发声。我笑了笑，咱俩想到一块去了。小小帮我注册了抖音账号，我把之前我因为低血糖吃了1盒燕窝和回娘家吃侄子酒席就被林雪大骂指责的视频发出去。当初离婚的时候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录音了林雪要求我签断绝关系的语音，录像是林雪装的，目的是监视我好好带孩子。在我下定决心离婚的时候，就偷偷将视频保存了，目的就是防林雪倒打一耙。没想到今天真用上了，澄清视频一发出，网络的风向立马转变，指责我的那批网友全去指责谩骂林雪了。林雪人设崩塌，本想涨粉丝卖货的她，账号被人举报封了。我在网上发布最后一条声明，我在自由的这条路上永不回头。后来我不再看网络，小小陪我去旅游，到处走走看看。转眼间5年过去了，我身边的小小长大了，我们回到了小院，一起喝下午茶。傍晚的余晖打在小小的脸上，她好青春好美。我忍不住跟她说：姑娘家大了，该找个男朋友了。她看着我摇摇头，现在生活很好，如果真有那么一个人出现，我再考虑也不迟。我从没告诉她我的存款到了上千万，因为她比我有钱。这几年她做了自媒体旅游博主，她赚了钱会乐呵呵地拿一部分现金跟我：老太太，这是你的零花钱，
别省哦，老太太咱俩相依为命，你就得花我的钱，不然我要跟你生气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悄悄立了遗嘱，我名下的财产全给他继承。落日余晖下，我看着他年轻的面孔，幸福感溢满了我的心间。后来林雪跟霍平看我过得富贵，几次三番的托关系联系我，我依然坚硬着一颗心，没有跟他们一丝和好的希望。霍贵出狱后没2年得了不治之症，他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视频，视频里他瘦骨嶙峋，只剩一口气吊着命。他哭着用沧桑的语气恳求我：老伴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我的气了，回来送送我吧。即使他现在被苦难病痛缠身，又想悔过，可我心里依然毫无波澜。我没有去看霍贵，1个月后霍贵死了。霍平托我娘家亲戚让我回去送他最后一程，我并没有去。这件事后，霍平几年没有再找过我。多年后，我已经是行走不便、需要坐轮椅的老太太，小小推着我去散步，无意看到林雪在扫大马路。此时的她就是个饱经沧桑的妇人，一身的穷苦气息。听说她不想跟霍平过苦日子，早些年离婚，又改嫁了一家，但她突然不能生了，被人家嫌弃离婚。现在只能靠自己卖苦力养活自己。亲戚也跟我说过霍平，他离婚后找不到女人，失业后就靠打零工养活2个孩子，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。林雪突然望向我，一下就认出了我，她神色复杂，眼神充满了恨意，而我心里畅快极了。不被养老绑架的后半生真的畅快极了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妈生日当天，我加班回去晚了，嫂子皮笑肉不笑，大小姐可算回来了，这菜都快凉了。我懒得理她这种阴阳怪气的话，瞥了一眼厨房，我妈系着围裙忙活着，哥和嫂子倒是坐在桌子前等着了。我皱了皱眉，刚准备过去帮忙，我妈笑呵呵道：没事儿，盛楠工作忙，快坐下吧。我把手上的水果放下，又拿出一只金手镯递给我妈。妈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嫂子看着手镯眼里冒光，这不便宜吧？我避开嫂子的目光，点点头，不算贵，一点心意而已，妈喜欢就好。我妈看着手腕上的新镯子笑，喜欢，喜欢，盛楠送的，妈都喜欢。我看向嫂子，嫂子送了妈什么礼物？嫂子一挺腰腹，我送妈大孙子。我哥在一旁咳了2声，行了，先吃饭吧。嫂子皱着眉头别扭了2下，我冷笑，平时我很少回家，嫂子却总在回家时阴阳怪气说这些话，烦人的要命。吃着饭，我妈状似无意的开口：盛楠，之前说给你和你哥各买1套房子，但是现在妈手头也不宽裕，你看看妈给你出首付，你还贷款怎么样？我毕业这些年的工资确实攒了不少，别说首付了，就是全款在老家买1套也够了。不过我和我哥1人1套新房，这是当初我爸还在世时就说好了的。现在我妈每月只有微薄的养老金，想必也拿不出1套房子的钱了。我也不想争这个，以后自己买1套就是了。但我还是有点疑惑，怎么突然提起房子的事？那太麻烦了。妈，现在也不急，等等再说吧。我刚说完，嫂子当先撂下筷子道：妈，盛楠一个女娃，她买什么房子，到时候都便宜别的男人了。我哥在背后杵了他一下，他怒气冲冲扭过身子，完全没看见我哥向他使眼色。我妈暗瞪嫂子一眼道：别听你嫂子胡说，当初早说好了，给你和你哥各买1套的。你要是嫌麻烦，让你哥帮你带，到时候你就按月把钱给你哥就行了。我觉得有些不对，没有立即答应，只说妈既然手头不宽裕，
我又不急着结婚，先不用买了。但看我妈和我哥的神色，似乎有些失望和着急。晚上我要回我租的公寓住，我妈却一定要我留在家。我推开原来房间的门，满是杂物和灰尘。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，我妈丝毫没觉得有问题，笑着点点头，让我进去休息。嫂子捧着还没有显怀的肚子，你毕了业就在外面租房，这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我冷笑一声，嫂子，就算空着也是我的房间。嫂子一愣，仿佛被戳中心事一般，她道：什么你的房间？现在是妈的房子，以后是你哥的，哪里轮到你个丫头片子？我厌恶地皱了皱眉。嫂子，说我之前别忘了，你也是做女儿的。嫂子还要再说，我已经走到门口开始换鞋。我公司离家很远，毕了业就在公司附近租了小公寓，周末才回家，晚上也不在家里住。本来我这间已经是家里最小的房间了，是阳台和客厅隔出来的，结果现在也成了杂物间。哥嫂结婚后搬去了新房，这里只有我妈自己。但今天我妈生日，他们两个留下来住。我刚要走，我哥在身后叫住我：咱妈今天生日，你能不能懂点事？我一时无语，成天以长兄如父自居，却只顾着在我妈那里搜刮。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谁不懂事，平白无故说些讨人嫌的话？嫂子脸色一白，立马捂着肚子嚷疼。我妈和我哥忙扶着她坐在沙发上。我妈有些埋怨：盛楠，你嫂子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让她。我嗤笑，她那一眼假的演技，我看都不想看。嫂子见我没当回事，干脆也不装了。我有个朋友，条件很不错，明天你去见见，行的话就把婚事定下来。我冷笑一声，在这等着我呢。我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撂下一句我有男朋友了就走了。我和男朋友是大学同学，同校不同系，一起参加校学生会活动认识的。他毕业考上了事业单位，稳定体面。我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做工程师，高薪待遇好。之前一直没和家里说，因为刚毕业没稳定，怕也谈不了多久。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已经谈了5年，准备结婚了，确实应该让家里知道了。马上我们就要从校园走到婚纱，没多久我就和男朋友照样约好了酒店，让双方家长见面，也好商讨结婚事宜。看着我妈身后的哥嫂，有点忐忑，我怕嫂子不分场合闹起来，有失体面。不过男朋友的爸妈就在一旁，我也没有说什么。小赵啊，你和我们家盛楠都在一起5年了。男友外向开朗，他笑着给嫂子倒上热水。是的，嫂子，我们是大学认识的，毕业后才确定恋爱关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满满的邀功。他父母在这里，我不好意思和他打眉眼官司，只当作没看见。他坐在我旁边，在桌下握着我的手捏了捏。我妈刚要开口，又听我嫂子笑着说道：小赵啊，那盛楠大学时候谈的不是你呀？我说怎么看着不太像呢？男友一愣，我紧皱眉头，知道我嫂子那个阴阳怪气的毛病又来了。我说道：嫂子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还没嫁给我哥呢，在哪看见我大学有男朋友的？况且我大学忙着学分和兼职，从没谈过恋爱。你又是听谁说了我谈恋爱的？嫂子支支吾吾答不上来，随口说了一句：你舍友说的。我一笑，我还怕你答不上来呢。我拿出手机，行，那问问我舍友好了。我哥坐在我右边，一把按下我的手。行了，不嫌丢人。我冷笑一声，到底是谁在丢人？男朋友爸爸是我们市某局的大领导，妈妈是大学教授，
两人没表现出什么异样的情绪，依旧是得体的笑着。虽然我没有告诉家里男朋友的存在，但男朋友家里却早就知道我的。男朋友妈妈开口道：“李太太，既然是孩子们的认亲宴，我们还是整理一下结婚的流程吧。”嫂子刚降下去的气焰又升起来。结婚可以，我们要求市里、县里各一套新房，2台车，彩礼现金88万，5金2套，真是钻钱眼里了。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。我妈低声斥道：“你疯了！”嫂子一手扶着腰，一手扶着我哥肩膀，盯着男朋友妈妈道：“能不能做到？”男朋友妈妈笑着点头：“这倒不难，2个孩子刚毕业就有稳定的工作，也没吃过苦。既然要组成小家庭，家里帮衬些也是应该的。2套新房都写2个孩子的名字，车1人1辆，现金用作小家庭的启动资金，5金随楠楠喜欢。”我一愣，没想到男朋友妈妈真的会答应嫂子的无理要求。我们县城的彩礼与陪嫁平均在18万左右，男方出房，女方出车，现在足足多了几倍。我示意不必听嫂子的，还是看我妈的意见。我妈看了看我，最后还是说按我嫂子说的算。送走男朋友父母后，我一股怒气窜上心头，冷冷地盯着嫂子。嫂子捧着肚子叫道：“怎么，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卖不上价的东西，我帮你多要点怎么了？谁知道是不是有了男人忘了老娘的种？彩礼这些东西都得孝敬咱妈。”没想到话音刚落，男朋友又推门走了进来。他的手机刚才放在我的包里，忘了拿出来，恰好听到了这段话。我妈涨红了脸，站起来道：“小赵，你别误会，你嫂子不是这个意思。”男朋友没说什么，礼貌打了招呼就出去送他爸妈回家了。我哥坐在椅子上，只顾着低头吃菜，嫂子依旧趾高气扬。我妈脸上的红色还没有完全消退，我压着怒火问道：“妈，刚才这些是你们在家商量好的吗？”嫂子站起身道：“李胜男，咱妈都是为了你好。他们那样的家庭，婚前你不多要点，以后你啥也得不着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嫂子，说到底这钱要来了，也是给我的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”嫂子被问的一滞：“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关心你呗。”我转着手里的酒杯：“你关心我？你是关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吧？给你肚子里的宝贝留体己呢？”嫂子的性格我知道，她最经不起激将，当即一拍桌子站起来道：“那又怎么了？我肚子里才是你们老李家的种，老李家的根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挣的钱还不都是给我儿子的？”他这一句连带着我哥也骂进去了。我哥站起来俯视着他，嫂子有些胆怯，依旧是高高挺着还没有显怀的小腹。“你打呀，你打呀，就朝我肚子打，朝你儿子打。”我哥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我眼带嘲讽：“嫂子，大清早亡了，你那肚子里的宰相根苗留到现在也没用了。”嫂子激动，带上了哭腔：“我不要了，我不生了，你们老李家太欺负人了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往肚子上捶，只是雷声大，雨点小，分明到了肚子，不过轻柔地碰了一下。我妈和我哥都紧张得要命。我妈拉扯着我：“胜男，你嫂子怀着孩子就这性子，你不好让她，到时候妈还出钱给你买房子呢。”我妈一提，我才想起来，还有这回事忘说了。妈，我这要结婚手头紧，要不先把您说的首付钱拿出来给我用用。我妈听完我这话，神情一愣：“你要拿钱？”我点点头，一直看着我妈的表情。之前她说让我还贷款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到现在房子也没个影。这些年每月我也打给我妈不少生活费的，她应该攒了不少才对，正等着。
手机弹出消息，有个加急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得回去加班。我妈支支吾吾半天，说那张银行卡在家里。我想着也不急，便交代我妈打车回家。我自己去了公司，等到忙完已经过了0点。男朋友的消息还停留在昨晚9点半，问我要不要出来吃宵夜。我暖心一笑，我刚刚加班结束，才看到，好累哦。那边秒回，楠楠辛苦了，带楠楠吃宵夜。最后我们还是回我公寓点了烧烤，男朋友喝点酒，脸上红彤彤的。他拍拍我的肩道：“放心，我都跟你求婚了，你要全天下，我都给你打下来。”我笑出声来：“得了吧你，还打天下呢？打游戏都难。”我们2个大笑起来，却突然听见门外密码锁有响动。我们停下动作仔细听，又听不到了。男朋友等了一会，还开门四下看了，也没有人。我俩才放松下来，当作自己听错了。早上我哥突然打电话说妈生病了，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却只有我妈自己在床上躺着。先问了医生情况，是阑尾炎，最好马上手术。我哥呢？我妈仰头看了看别人的病床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哥在家照顾你嫂子，自己老妈要手术，他居然把人扔在这里回家了。”我堵着一口气缴费，走流程，直到把我妈送进手术室才歇了口气。打电话给我哥，他声音沙哑，一听就是睡梦中还没醒。咱妈这是急性阑尾炎，不及时手术要出事的。我哥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：“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我在家照顾你嫂子呢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，同事的电话打来了几次，说是项目有问题，让我赶紧回去。我妈做的是微创，至少也要3天才能出院。我请了护工在医院照顾她。公司这个项目我已经跟进1个月了，确实不能放手。好在我妈出院的那天，我的项目也结束了。我没有和他们去庆功宴，先到医院把我妈接回家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片狼藉，垃圾袋堆放在门口，里面不知道什么液体洒出来，流得到处都是。我上前开了门，里面竟然有不少人。我嫂子把她妈和堂弟接来了，房间里乌烟瘴气。嫂子妈见我们进来，才把烟放下，起身迎了迎。我妈身体虚弱，还强打着精神和人聊了几句，才进房间休息。外面一直吵闹，我皱皱眉出去，嫂子妈还在客厅吞云吐雾。婶子，我妈刚做完手术，烟还是别吸了。嫂子妈瞥了我一眼，继续和嫂子说话。你说这房子……嫂子妈刚说到一半，被嫂子拐了一下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换了话题说道：“丫头片子就是没用，看我来了，连个水都不会倒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婶子，您不是女的，您女儿不是丫头，您家有皇位不成？成天儿子、丫头的挂在嘴上。”嫂子妈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不用你牙尖嘴利的，赚那么多钱还不是得给你哥花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们老李家用来挣钱的，还以为人家多稀罕你。”我一愣，眼前闪过昨晚我妈的神情，怪不得我说要拿钱的时候，我妈犹豫。嫂子妈还在自顾自地说着：“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挣的钱现在不留给家里，往后都让野男人骗去了。”我心里却蔓延上一份寒意，神色冷下来，转身回了房间。妈，我那张卡你放哪里了？明天我和赵阳去拍婚纱照。我妈躺在床上，神情有点紧张。怎么婚纱照还要你出钱？我坐在床边，做事要去翻找。当然了，我们俩之前说好的，放哪里了？我自己拿就行。我妈就要起来拦我。我说道：“那钱你花了，还剩多少？”我想着那里面大概能有大几十万，花一些也就花一些，
这么多年，我妈也很辛苦，我妈还是支支吾吾不肯开口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就是话太多了，没办法开口了。这时候，我哥闯进房间：“李胜男，你有病啊！妈刚做完手术，你就逼她拿钱，那钱就是给我买房子了，你能怎么样？”我站在他面前：“这是我的钱，取回来有什么不对？我的钱放妈那里存着，你就当成你的钱了。反正房子全款买的，钱已经没了，你爱咋就咋。”嫂子妈从门口钻进来：“怎么着？你个丫头片子，给你哥嫂花钱怎么了？就应该把钱都给你哥花。你嫂子肚子里还有你大侄子呢，不给他们花，你准备给哪个野男人花？”我嘴里别不干不净的，这么大岁数给自己积点德。嫂子捧着肚子往我身上撞：“李胜男，你敢和我妈这么说话？不要脸的贱人！”嫂子堂弟在身后嬉笑着：“谁知道你钱都是怎么挣的？毕业5年就能挣80万，没有野男人给你钱，你用什么挣？这样的货色我可不要。”我冷冷一笑：“好啊，你们说的话我全部都有录音，造谣诽谤你们还是挺厉害的嘛，等着警察找你们吧。”说完，我推开一众挡在门口的人离开。我妈在背后叫了我几声，我没停下。花了我的钱，拿了属于我的房子，我当然要让他们还回来。晚上，我独自在公寓赶工，又听到了大门的密码锁在响。这次我房间很安静，密码锁的声音极其清晰。我以为是男朋友来找我，但他从不会不打招呼直接过来。我轻轻起身，光着脚，尽量减轻脚步声，走到猫眼一看，外面漆黑一片。我心里一阵恐惧。楼道的声控灯很敏感，刚刚的密码错误的声音，声控灯一定会亮。我点开手机，搜索了一段大型犬的叫声，果然没一会，又是密码锁的声音。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播放大型犬叫声，果然听见门外脚步声凌乱。我趴在猫眼一看，只看到一个背影，恍惚很熟悉。我给物业打电话想调监控，物业开始扯皮，要求报警才能看。我想了想，那人一次不成功，说不准有第2次。我放下要报警的手，转而打给了男朋友。那个人影很熟悉，但是完全想不起来是谁。我正在做一个模型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是嫂子的堂哥。虽然只有那天见过1次，但我还是认出来了。当晚我和男朋友等在家里，刚过1点，果然密码锁又响了。我们2个坐在沙发上等着。我的密码只有我和男朋友知道，估计他们是按照我的生日猜测的。试了几次后都没有打开门，门外的人有些急了，转动着门把手。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：“别动，干什么的？”我和男朋友才放心打开了门。赶来的警察已经将人按住，果然是嫂子的堂哥。警察将他带走的时候，他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说着不干不净的话，但因为没有实质的侵害，教育了一顿就将他放了。他回去后却让我妈、嫂子妈和哥嫂一起上门找我。我好不容易休息，又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我刚打开门，嫂子妈叉着腰就闯了进来：“你个不知好歹的小贱人，还敢报警？你报吧，你再报啊！”我妈扶着嫂子，也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劝我道：“你嫂子也是好心，不愿意就算了，怎么还能报警呢？”我看着我妈，从小她不缺我吃穿，样样都要给我最好，但我知道还是不一样的。当出现不能平分的东西，那一定是我哥的。房子、车子都是这样。毕业后我自己出去租房，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家都很少回。没想到还要找到我这里来闹，也怪我之前透露过1次房子的地址，才让他们有机可乘。
有人敲门，我当然要报警。你们现在在我家里，我也可以报警。我手机停留在报警界面，嫂子妈看了一眼，有些瑟缩。嫂子一挺肚子，大半个月过去，她肚子倒是明显了不少。你少吓唬人，我们正大光明进来的，你报警也没用，不如识相点，和我堂哥结婚，以后我们还能帮扶你点。我看着他得意的笑容，冷笑，转身将所有人一起推出了我家。嫂子站不稳，我哥和我妈一起扶着她，正好我一起给推了出去，将他们的咒骂声也一起关在门外。我这里是一梯4户的小公寓，他们在外面这样吵，早有受不了的找了物业，将他们赶走。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讨到好处，一直到我和男朋友婚礼将近，也没再收到他们的消息。因为男朋友爸爸的身份，婚礼没有大肆举办。我们婚后搬进了新房中，我妈听说后再次来到我家。这次她没有再假意哄着我，有了男人忘了娘，你结婚都没有告诉家里人，你对得起你爸的在天之灵吗？我坐在沙发上，回想着以前我爸还活着的日子，他会在我妈把大鸡腿夹给我哥的时候，迅速将另一只夹给我。他也会在我妈夸我哥的时候，紧接着夸我。他也会在我哥成年时，说以后会给我们一人买一套房子。但是天不假年，他在我大学毕业前去世，没有看到我哥结婚，也没有看到我谈恋爱。你不要提起我爸，你赶不上我爸一星半点。我嫂子那个混蛋堂哥，就是来要房子的吧？我妈一愣，什么房子？我嗤笑一声，不知道我妈这样心心念念为她儿子一家，以后会被骗成什么样。我也是上次那个堂哥来过后才知道，在他们骂骂咧咧的争吵声中拼凑出了真相。嫂子是独生女，从小父母就不疼爱她，反而更护着她的堂哥，有什么好东西也是紧着她堂哥，就连当初我们家出的彩礼，也是让他堂哥用来娶媳妇了。上次开我的门锁，也是嫂子让他来的，因为他老婆去世，他自己带着2个孩子，又拿不出彩礼，在老家根本没人愿意和他结婚，这才把主意打到我身上。这回嫂子妈来也是为了房子来的，嫂子早和我妈说过，要再买套房子，才给我妈生孙子，否则就不生了。当初我妈说要给我买套房子，也是为了放松我的警惕，将这房子给嫂子。她也没想到是为了给嫂子堂哥的。说完真相，我妈失魂落魄地走了。没几天，听说我嫂子生了个女儿，赵明问我要不要回去看看。我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。不过倒是听说嫂子最近迷上了偏方，到处寻人要大师的方子，就为了拼上一个儿子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妈问我能不能回家过年。我想了想，上次的时候半年没有回家了，就答应了初2回门会回去。我妈还说最近嫂子总是疑神疑鬼，怀疑她和我哥嫌弃她没有生出儿子，还觉得我哥回去外面找人，经常将孩子扔在家就跑了。后来还是我哥回来才知道，嫂子去我哥公司堵人，但凡我哥和女同事说上一句话，他就上去大吵大闹的打人，甚至闹到同事报警，我哥也被开除。最后我哥扬言要离婚，嫂子才消停了一阵。但我哥没了工作，每天在家就是喝酒打老婆，我妈也管不了，嫂子最终只能躲回娘家。可是娘家觉得她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也不接纳她。我妈说了将近1个小时，后面我把手机放在一旁，继续忙着工作。等我做完一套模型后，我才想起来手机还在通话中，拿起来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妈已经挂断了。我想了想，听我妈说这些，我的心里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嫂子在家里不敢再摆架子，
我哥说什么他就听什么。临过年几天，她查出怀孕，算起来竟然是刚出月子就怀上了。她开始频繁喝中药，喝符水，到求子灵验的庙里参拜，只要能生儿子的方法，即便只是空穴来风，她也要去尝试。4个多月时，她在一家私人医院查出是个男孩。嫂子塌了半年的腰，终于又挺起来。大年初2回门的日子，我和赵明带着礼物回家，嫂子挺着肚子在沙发上坐着招呼，丝毫看不出我妈说的凄惨模样了。盛楠，你说说你，大半年不回家一次，还有没有你这样当女儿的？我不想和她争吵，敷衍的点点头，反正也只是应付。晚上吃完饭，我就和赵明回家了，他却不愿意放过我，站在我身前道：“这结婚也有半年了，肚子还没动静呢。”我有些厌烦，蹙紧眉头没有搭理。赵明见了，赶紧将我们2个分开，坐在我旁边。嫂子，我们2个事业都在上升期，不着急要孩子。嫂子翻了个白眼，不要孩子哪能行？你看看我，刚进门就怀上你们老李家的孩子。刚说完，房间内的小侄女大哭起来。我看着客厅里的哥嫂和厨房的妈，不禁皱眉，说道：“你们把5个月的小娃娃自己放在房间。”嫂子像是听见什么笑话似的，也不急着进去看孩子。大家都仿佛没听见哭声一样，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事。一个丫头片子，哭就哭呗，还能怎么的？我儿子现在不想动弹，让他哭一会再说吧。我有些震惊，这竟然是一个当妈的说出的话。赵明是独生子，家里条件又好，从小交际圈子里也大多都是相同条件的，从未见过有家庭重男轻女成这样。他起身到房间去看孩子。寒冬腊月里，房间并不暖和，那小娃娃却光着屁股，没人管。赵明笨拙地想给孩子穿上衣服，我上前搭手，穿好后，我们将孩子继续放在屋里。孩子是你们的，我们无权干涉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无论男女，他终归是你10月怀胎掉下来的亲骨肉，血脉至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如果你们厚此薄彼这样明显，往后这个孩子会走成什么样，也是显而易见的。我妈躲在厨房没有出来，但我分明听见刚刚油烟机被关掉了，厨房静悄悄的。没一会，我妈端着一盘红烧排骨出来，她说那是我最爱吃的菜，但其实她不知道，从高中后我就不爱吃浓油赤酱的菜了。我妈频繁地给我夹菜，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。长大后，我的口味有所更改，但吃起来还是会回忆起年幼的时光。那时候，我和哥哥都太小了，没有什么可争的，甚至爸妈会对我更好，因为哥哥太调皮了，总是挨打，我却乖巧听话。想到小的时候，我不禁勾唇笑了起来。我妈看见，也是眉眼俱笑。怎么样，妈妈的手艺没有退步吧？我点点头，真好吃，还像小时候一样。赵明也赶紧附和着点头说好吃。我哥却一反常态，没有开口说教，连我嫂子都静悄悄的。我料想着要有事说了，放下筷子道：“有什么事就说吧，一会我们就要回去了。”我妈这才忐忑地开口，话对我说的，眼睛却看着赵明：“你哥之前的工作，你看你公公哪里能不能？”我按下赵明的手：“妈，我刚嫁过去，就要让公公找关系给家里人安排工作，你要让赵家人怎么看我呢？”我妈神色有些慌乱：“可是你哥他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，那你想让他找个什么工作？”我妈看我松口，以为有戏，便开口道：“最好是坐办公室里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，最好薪资和你差不多，待遇好一点。要是铁饭碗。”我冷笑一声，
打断了我妈的畅想。看着我哥，我面带讥讽，直接把我公公的位置给他坐好不好？我哥怒发冲冠，将筷子摔在桌子上。李胜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，是谁不要脸？赵明拉扯我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大过年的，别起冲突。”我眼神在对面三人脸上审视了一圈，还是我太天真了，几十年的习性怎么能改？我起身带着赵明离开，夜风一吹，才觉得心中那团郁气散开。何苦和他们吵呢？这事虽然难，但也不是办不成。我挽着赵明的手朝停车场走，这不一样，他不思进取，即便给他再好的位置，他也坐不住。如果是好学上进的，哪里会缺一个好工作呢？我哥上一份工作是一家小公司的中层，虽然被嫂子搅黄了，但用这段经历去投职，也会有很多公司递出橄榄枝的。说到底，还是他不愿意罢了。顺着风吹来的方向，我们一边走一边看着沿途的风景。我说道：“个人有个人的风景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”没想到第二天，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盛楠，妈养了你20几年，就想让你给你哥找个工作，你都不愿意。这以后我要是老了，不能动了，你还不得把我吃了？”我刚睡醒，还迷糊着，你这说的哪跟哪呀？我妈喃喃低语，说了许多话，直到我快重新睡着，才听见她的那句：“你要是不给你哥找工作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说你不孝顺。”我心里怒火中烧，那你去吧，看你进不进得去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。我们公司在市中心的高层写字楼里，没有工卡和门禁卡是上不了电梯的，况且保安也不是吃素的，来上班还是来闹事，他们看得一清二楚。年底我们公司最大的项目圆满成功，领导给我们参与者都多放了半个月的年假。等到我该上班的时候，我妈肯定早回家了。我悠哉悠哉地度过了20天的假期。上班第一天，就在公司楼下看见了我妈，我还挺佩服的，她竟然在这蹲守我半个月吗？我妈远远地看见我，就大喊着朝我跑过来，我赶紧走几步迎上她，捂着嘴往大楼拐角处带。妈，你干嘛呀？我妈带着哭腔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为什么不肯帮衬你哥哥呀？我无奈扶额，这不是我想不想帮，是我帮不了。我哥其实还是有点能力的，你让他自己找工作呀，他哪里愿意做那些又累、工资又低的工作？听完这话，我一愣，谁不累？我赶项目的时候，连着1周，每天只能睡3、4个小时，我不累。我爸是怎么死的？他是加班出去应酬，喝酒喝到胃出血，没人发现，生生拖死的。谁不辛苦，谁不累？我妈哑口无言。她本身出身贫苦，没有上过学，她的内心还停留在必须要生个儿子才能帮衬家里种地干活。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不需要种地了，男性、女性可以做一样的工作，只以能力区分，不以性别了。她失魂落魄地回家，没有再联系我。过了半年，我无意中刷到嫂子的朋友圈，她终于如愿生了儿子，只是看起来却更像嫂子家的人，和我哥半点都不像。但大多数儿子都会更像妈妈，大家也都没有在意。我哥在朋友圈晒照后，却有许多人半开玩笑似的提醒他，他就放在了心上，还是找机会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很显然，这并不是他的孩子。我哥怒气冲冲回家，将检测报告摔在嫂子脸上，又连着打了2耳光。嫂子正在给孩子喂奶，被我哥突如其来的殴打弄懵了，一个不小心竟将孩子摔在了地上。孩子哇哇大哭，哭声引得房间里还不到1周岁的女儿也哭起来。哥嫂被哭得心烦意乱，2个人竟然扭打起来。
等我妈跳完广场舞回家，就只看到满地狼藉，嫂子满脸的血迹，她心心念念的大孙子气息微弱，哭都哭不动。房间里的孙女也没了力气，时不时哭2声。我妈大惊失色，给我哥打电话，却打不通，最后打到了我这里。我正值休息，便告诉他还是打120，将人先送到医院要紧。没过几个小时，却突然听见门铃声。我透过猫眼看过去，是嫂子，头上缠着绷带，手上抱着一个襁褓。我看了眼身后的赵明，还是给嫂子开了门。刚一打开，嫂子就往前一扑，把孩子扔下就跑。我吓了一跳，赵明当先去捞他怀里的孩子，结果抱起来才发现孩子早没了气息了，而我嫂子早已逃之夭夭。我们2个人当即报了警，警察来得很快，却说是嫂子报了警，说我们摔死了他的孩子。我们2个着实没想到还会有人这样厚颜无耻，随警察回去做了笔录，又导出了我家智能门锁的监控，前后折腾了几天。我和赵明一直在请假，最后经过尸检，发现孩子有摔伤，但最终死于机械性窒息。警方又调取了沿途监控，发现了嫂子用襁褓一路紧紧捂着孩子。他们在我妈家的楼顶上抓到了嫂子，嫂子站在天台边上，半只脚甚至都悬在外面。她的怀里还有那个将要1岁的女儿，她站在边缘，大声控诉命运对她的不公。从小学习成绩优异，但是父母宁愿把钱拿给大伯供养他的堂哥，只为了100年后他堂哥能给养老送终。他没有朋友，初中辍学出去打工，转的每1分钱都要转给家里，最多的一笔是我家给的彩礼，这都是后来我妈转述给我的。他在天台上还是没有勇气跳下去，被警察带走了，因为故意杀人判了刑。具体的刑期我没有细问，嫂子的父母也全当没有她这个女儿，从未再提过关于她的任何事。我妈说她和我哥每天都要吵架，她的养老金已经全部拿给我哥花了，但我哥还嫌不够。我的手机早已经将我哥拉黑，他也不知道我们新房的地址，只能去找我妈要钱。等到我妈也没有钱了，他就动起了歪心思，半夜抢劫孤身女孩。得手几次后，他越发觉得这个来钱路子很快，出去玩的路上就能把钱赚了。有一次遇见一个小女孩反抗，大声呼救又拳打脚踢，他恶从胆边生，掏出身上的水果刀，连捅数刀。赵明知道后冷笑一声，他没存这样的心思，为什么要带刀？我怀里抱着一只胖胖的猫，我妈最近给你打电话的话不要接了。我哥的情节很严重，甚至判决下来的比我嫂子还早，死刑立即执行。我怕我妈给赵明打电话让他难做，便主动给我妈打了电话。他现在自己带着1岁多的小孙女，也没有时间去跳广场舞了，每天只能围着孩子转，心力交瘁。我每个月给他打3000块的抚养费，他在电话里和我道歉，说以前薄待我的事，现在他儿子、孙子都死了，也算是他的报应。想来他还不知道这个孙子并不是我哥的骨肉，我也没有告诉他真相。孩子已经没了，就没必要再让活人徒增烦恼。至于什么薄待，也没必要纠结了。我早已经过了因为1只鸡腿、1块糖的分配不均，还要存在心里念念不忘的年纪。我和赵明还有1只大肥猫，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。